2026年，美国养老住房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变化，要提前布局。当大多数人都认为婴儿潮一代集体退休会引发一场新的跨洲迁徙浪潮的时候，真正的美国养老版图却在悄悄地走向另一条路径。2025年到2026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组越来越清晰的矛盾：养老需求在快速的膨胀，迁徙却不再一窝蜂。住房的短缺在加剧，但是真正适合老年人长期居住的房型仍然极度的稀缺。这不是直觉，而是由这些机构的大量数据共同指向的趋势。当你把这些数据拼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养老需求爆发、供给严重滞后、迁移更加精准的新时代。结构性短缺出现，老年住房入住率冲到87%以上，供应远远不够用。国家的投资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老年住房入住率突破87%，净吸纳超过新建的供应量，新建的数量处在10年的低点。这意味着一个关键的事实：80岁以上的人口增速大于老年住房的增速。未来5年，美国需要新增50到56万套老年住房，包含独立生活、协助生活、护理型。但是，按照目前的开发的速度，只能完成不足一半。这个缺口会在2026年进一步的扩大。优质的养老社区出现提前排队、提前买房锁定位置的现象将更加的普遍。大多数的中年人都认为养老是以后再想的事情。最近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想法：退休还早吧，等孩子稳定了再说，房子先不动，反正以后再看。但问题是，美国的养老住房市场并不会等你准备好。当你觉得时间还很多的时候，真正适合养老的房子正在被一批更早行动的人慢慢锁走。更反直觉的一点，大多数人老了并不会搬得很远。很多人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卖掉现在的房子，去阳光州重新开始，但是现实却是，多数人更倾向于原地养老或者是短距离调整，换的是房型、便利性、医疗半径，而不是彻底的换一个州、换一种人生。这直接改变了房地产的逻辑。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成为养老房，值钱的是位置、结构、可长期的居住性。是提前看清趋势，养老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而是一个住房与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它关乎你未来离医疗多远，日常生活是否便利，有没有社区感、社交圈，房子会不会成为负担，而不是支撑。而这些答案必须在中年的阶段就开始寻找。因为你们刚刚好站在3个时间点的交汇处，还有收入的能力，有选择的空间，但是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等到65岁以后再想这些问题，往往会遇到3件事情：身体不允许频繁的折腾，市场选择变少，决策被迫而非主动。养老规划本质上是一场用现在的从容换未来的自由。这里不是卖焦虑，这里只做3件事情：把复杂的养老趋势讲清楚，把真正适合长期居住的选择筛出来，让同一代人提前抱团思考，提前准备。如果你也意识到养老不是以后，而是现在，就该看清楚的事。欢迎订阅。